露露小姐，你好像精神不太好啊，昨天晚上睡眠不足啊。我告诉你啊，失眠那可是女人青春最大的敌人。你要是能闭上嘴，我也许能精神点。关心下属的身心状况，那是我作为公司副理的主要职责之一啊。好了，我明白副理的苦心。不过我现在想知道，昨晚你和经理2个人排查的结果。他叫北条，是这次亲善特使团的团长，同时也是保守派势力北条家的长男。也就是说，只要拥有足够的资历与功勋，他将成为北条家下一任的家督。一点也没错，这一点很符合情报分析中的情况。同时呢，我们排查了其他团员，有4个人没有照片。我拍照的时候都是特意取的正脸，4个侧脸，除非他们都是受过反侦查训练的高手。这4个人的装束相对随意朴素，我们确认了其中1个人曾经是日本驻外使馆的武官，因此判断这4个人很有可能是这次的内保人员。那请拍。我们根据社里档案上的照片和日本报纸进行比较，多数为激进派成员，所以被排除；少数保守派，无论家世背景都太弱。所以我和经理一致认为，这个北条就是日本天皇的亲善大使。既然目标确认，那我们去探探路吧。不要，我一个人进去，你在这等着。站住！干什么的？吴总好，先生。您是要开房？我不开房，我来找人的。先生，您听我说，是这样的，前几天啊，这个日本亲善特使团已经下榻到了我们宾馆，为了安全起见，现在所有的客房都被日本宪兵给包下了。至于你的这2位朋友，肯定已经改租到其他宾馆了。你说这儿被日本人包下啊？是的。现在这里除了他们的人，就是本酒店的工作人员。至于其他的人，都会被日本保镖给挡驾。非常不好意思，特殊情况了。真倒霉，竟然碰到这样的事。先生，您慢走啊！日本人的保安非常严密，简直可以说是无懈可击。而且整个宾馆，除了亲善特使团的人员外，没有其他住客，想要乔装混入非常困难。那化妆成服务员呢 ？No， 按照目前的保安情况来看，越接近特使团房间，保安就一定会越严密。而且日本人之所以选择这间宾馆，因为它是附近最高的建筑。以我李克明一向精准的判断来看，特使团的房间应该在顶层。李副经理，我算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从外袭击都不行。除非什么？没什么。你到底想到了什么？没有。说。我想，有一种人，特使团或许是需要的，关键是特高课一定没有这些人的资料。我知道了，你是说妓女 ？Bingo！ 太君饶命！太君，说，谁派你来的？是王三姑派我来的。王三姑是什么人？他是天蝎阁的老鸨，就是你们太君说的妈妈桑。什么？哎，别打！他派你来干什么？他派我来推销红牌。红牌？啊？红牌是什么？红牌就是姑娘，花姑娘，太君。
花姑娘，那还有照片呢，太君。八嘎！啊，推销花姑娘，你为什么要伪装？太君，这是我们的行规呀，真的，太君。太君，嘿，这个人从救火通道翻进来，悄悄地溜进了2楼。他交代了什么？他说他是来推销花姑娘的。你说你是从哪儿来的？天香阁，4马路最有名的。太君，你们那里的姑娘会什么？我们那儿姑娘什么都会，就连太君家乡的歌曲、舞蹈，她们都会唱会跳。如果是真的，就带你们那里最漂亮的姑娘晚上来我的房间。行，太君，没问题。谢谢太君。你这次要好好伺候太君，你知道吗？哎，我知道，千万别生小性子啊！太君，太君，太君，过来，这就是为北条太君准备的头牌，怎么样？哟西，好，那你就去楼下大堂等吧。好，太君，太君。哎，等等，太君还有什么吩咐？你们也出去。嗨！你很漂亮，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回日本去。你在开玩笑吧？我在东京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说带你回去只是一句话的事情。那什么时候才能兑现承诺？很快就能兑现，天皇寿辰庆典一结束，我就带你走。天皇寿辰，那是下个月的事儿。没想到一个中国女人居然也知道天皇陛下的寿辰。这么说，你根本就不是天皇阁下的亲善大使。你说什么？
是 CPA 干的。不过他们真没用，他们杀错了人。你说的没错。这次我不过是想试一试东京来的特派员到底有多大能耐，在安保上稍微疏忽了那么一点点。他们太让我失望了，连一个普通的庆典主持人都保护不了，我怎么放心把金钱豹工作交给他？爸爸，你同意我的建议了，借 CPA 的手除掉特派员。西西，你知道，爸爸是不愿意这么干的。可惜啊，可惜 CPA 除掉的不是特派员。爸爸，你放心，以 CPA 的风格，不杀掉特派员，他们是不会罢手的。西西，你是理解爸爸的，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圣战大业。要不是冲田太无能，爸爸绝不会这么做。冲田，就是这个无能的特派员。你倒是很准时啊。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相信你的那位同伴一定也在附近吧。我一向小心。这个我不介意，只有你这样谨慎的人，才是我最佳的合作伙伴。我已经和上级汇报过了，他们同意跟你的合作。那太好了。你有什么线索？你可以排除。根据我的排查，还有2个人有嫌疑。那你需要我做什么？既然无法确认2个人当中谁是真正的特派员，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部杀死。今天晚上，虹口的日军俱乐部，冲田会把他要杀的人约出来，我们负责刺杀。露露小姐，你不会真的和冲田合作，替他杀人吧？我不会那么做的。我们要杀的是冲田，为什么要救我？我是日本人，我说的话你会相信吗？我会判断，因为我和他们不一样。小时候曾经跟着父亲来过中国，我对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非常仰慕。我讨厌战争，讨厌那些帝国激进分子打着所谓圣战的幌子进行的武力扩张。这无法解释你救我的动机。你的行为对于你的国家来说就是叛国。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没有让你这么做的价值。所以你的话我不信。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难怪能够杀死北条。你的目的是什么？别紧张，我想和你联手。什么？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冲田就是金融特派员。那让我听一听你的判断。他说要与我们合作，试图误导我们认为另外2个人是特派员。他一再强调另外2个人，目的就是让我们在潜意识上忽略他。哼，他太自信了。他想让我们带着精锐去刺杀另外2个人，然后他再把我们一网打尽。看来聪明的特派员要玩火自焚了。冲田先生，您不应该以身犯险离开宾馆的。你就是岩井君的女儿吧？果然出众。冲田大人过誉了，您可以叫我西西。西西小姐，我只是陪这些中国人玩一场游戏而已。
再好的安保也会有漏洞，最好的防御就是主动出击。就是说 ，CPA 现在还不知道冲田是他们的刺杀对象 ，CPA 缺了西西，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谢谢爸爸夸奖。看来 CPA 这回还需要你暗中帮助他们一下，真是替他们脸红。爸爸是要我当场告诉 CPA， 冲田就是他们要找的特派员，最好呢能在疏忽中让他们杀死冲田。今天晚上虹口俱乐部的戏就看你的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赢家都是我们。哼，看着两群没用的小丑互相残杀，真是好啊。不过你也不要太大意了，毕竟他是天皇的人，能理解我们的人不多，不要留下把柄。放心吧。美丽的小姐，怎么没见你那位同伴呢？他正在为今晚的狂欢做准备。在他来之前，我们先跳支舞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露露姐，你也真是的，居然会用戒指毒针这种小把戏来刺杀冲田先生。西西小姐，冲田大人，我早就提醒过你，这位可是 CPA 的王牌，你们两个都已经接触过2次了。他要是分辨不出你就是真正的特派员，那么他也就不配成为王牌了。爸爸让我提醒你，在庆典结束之前，请你务必留在宾馆中。爸爸，你叫的可真够亲热的。你想认贼作父到什么时候？现在还不是提这件事的时候，你应该想想怎么才能离开这间俱乐部。你以为你已经赢了吗？你已经没有机会了。今天的计划是李副理制定的。他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可惜里面环境复杂，没有杀死冲田的机会。没关系，只要露露小姐安然无恙就好。反正冲田的身份已经确认，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计划，等待下次机会。对不起，爸爸，女儿没有做好。要不是李克明那个小丑切断了电源，我们现在至少已经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不，西西，你做得很出色。CPA 现在起码认准了他们的目标。我现在担心那个冲田贪生怕死，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就提前脱逃。那怎么办啊？我也正在考虑当中。做一个幕后的玩家也是件有意思的事情。要不是我女儿布置周密，你现在很可能已经丧生敌手了，更可能成为帝国的罪人。你是在指责我的行为吗？
是劝告。金钱豹计划是帝国圣战的重要一环，千万不能有失啊！那就请严警大佐尽快护送我去秘密工厂，执行金钱豹计划的全面实施。哼，这也是我现在为难的地方。为难？你知道，帝国的尊严还有荣耀和帝国的圣战一样重要。天皇庆典不能没有主持人，所以只能请您代替北条团长受勋，然后再送您走。那你就不怕 CPA 他们的刺杀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由于冲田阁下一意孤行，造成北条团长被杀，现在青山团里只有你的身份和地位才能配得上天皇庆典的荣耀。如果阁下能够推举其他的人胜任这一殊荣，我的乖女儿现在就可以护送你去工厂。那我要改变授勋仪式的地点，就在宪兵司令部门前，你们要全权负责安全。这么做恐怕有损大日本帝国的荣耀，否则我就拒绝参加天皇庆典。怎么向帝国解释，那是你们的事情。冲田阁下是在跟我谈条件吗？条件？严谨阁下不要忘了，我的级别和地位都在你之上。太过分了，冲田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他是怕死。要不然我去宾馆结果了他，到时候嫁祸在 CPA 头上。我可舍不得让我的女儿冒这样的危险。冲田之死在 CPA 的手里才万无一失。可是爸爸，如果我们放松安保的话 ，CPA 一定会察觉的。不，我们要加强安保，并且要尽快的把改变地点的消息给放出去，给他们充分的准备时间。哎，冲田这个家伙这2天是彻底龟缩在宾馆，不敢出来了。就连亲善特使团的例行涉外活动，他也没有参加。那很明显，他是被吓破胆了。不到天皇庆典，他是不会出来的。严警对外宣布，为了以示尊重，天皇庆典的授勋仪式改在日军司令部举行，这无疑断绝了我们在庆典仪式上刺杀冲田的机会。庆典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可以杀死冲田，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哎，我们可以用空飘炸弹来干掉冲田。也不行，动静太大，容易引起国际纠纷。空飘炸弹？有飞机投弹 ？No， 是在气球上绑上炸弹。也许我可以有刺杀冲田的办法，不过刺杀的关键在西西身上。谢谢。CPA 有什么动向？没有，冲田这个怕死鬼亲自布置安排宾馆的安保，就连我们的人都要盘查。CPA 就更加没有机会了，他们一定会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放在庆典的刺杀计划上。报告，进来。是什么？怎么了，爸爸？为什么授勋仪式上要释放气球呢？这是庄严的仪式，不是小孩和过家家的游乐园。大佐，这是原庆典筹办委员会下的一个公司提出来的，他们为此准备了大量的气球，而现在我们的授勋仪式改在了司令部，他们现在准备把大量的气球也运往司令部。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复兴公司应该是 CPA 的另一个伪装。
爸爸，你看，清单上有大量的气象气球，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空飘炸弹。西西果然认出了复兴公司，日本人收缴了所有的气球，并且开始追查我们之前留下的线索。他还是殖民。你下得了手吗？ CPA 准备利用你，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他们算准了我会看出复兴公司的破绽，所以爸爸就查抄了复兴公司办事处。爸爸只是在陪他们演戏。那我们就陪他们再演得认真一点。他们想把我调开，到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区域拦截气球。 离庆典现场至少有5公里，那么，不管庆典上发生什么变故，我们的安保队伍都赶不回来了。而且，帝国也抓不到我们任何把柄。爸爸，这个游戏真是太刺激了。 《
心！快！你们用空飘炸弹把我调开这一招，用的可真是好啊！谢谢你们帮我爸爸除掉一个愚蠢的对手。我们中计了。什么？什么？爸爸真伟大，不仅除掉了没用的冲田，还把 CPA 玩得团团转。这可真是一场惊险的保卫战。只要金钱豹没有落在保守派手里，就算是受一点东京的指责和压力也是值得的。如今金钱豹计划稳步进行，再过不久就会初见成效。至于那个 CPA 嘛，现如今已经不足为虑了。只要伪钞工厂不实，我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西西，你不必在意个人的成败，帝国的使命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的任务是稳住那个奇闻，最大限度地开发它的价值。可是爸爸，这次刺杀计划成功实施，组织上对你非常认可。但日本人的伪钞依然大量进入市面，上级要求我们尽快找到日本人的伪钞工厂，彻底摧毁。伪钞工厂查到什么线？已经被我解决了。不错，懒猴替日本人制造伪钞，死有余辜。但是刺杀他的任务，却不在公司的正式工作卷宗内。也就是说，这个任务不是 CPA 的正式任务，甚至咱们总部都毫不知情。会这样的？那经理？对，这个任务就是桂海清私下发出的，没有记录，也没有存档。我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桂海清和懒猴之间的关系。你可是我的亲信，说实话，这些东西哪来的？根据调查，配合空飘炸弹行动小组里面混入了几个激进分子，共产党的人，不过就是几个思想激进的大学生罢了。经过审讯，他们这次的行为也是自发的，并没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的指使。这种证词你都相信？我让你查的其他人有什么异动？经理，怎么了？有屁快放！我们在做内部调查时发现，
李副理正在调查一桩和公司业务无关的20年前的伪钞旧案。20年前，就是当年懒猴的伪钞旧案。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李副理好像在和日本情报贩子进行交易，到处找卖家打听线索，说要买懒猴伪钞案的资料。这个李克明，他是想背后下绊子，抢我的位置，藏得可够深的。这个李克明，不用说了，他一定是通日分子。经理，综合判断，我们可没有实据啊。还要实据？你想，他会让你抓到证据吗？一个通日嫌疑这么大的人，等你找到了他的证据，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危害？他又是上海 CPA 的副经理，谁能承担这种毁灭性的后果？李克明藏得够深的，他一定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叛徒。可是，不要可是了。出其不意，先卸了他的枪，然后用他的刀法对付他，攻击他的弱点。我说过，我会取你性命的。怎么回事？不是，那边！快上车！那么 CPA 对此事的反应呢？桂海清已经察觉到李有林假死的事实，而且他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那你要多加小心啊。没事，这样我以后就有更充分的理由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已经向组织上报告了李有林的情况，上级要求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尽最大力量保护李有林。他已经逃过2次了，我想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的，所以我只能从他妻子下手。
怎么样？正如露露小姐所料，李有林家的确被特高课的人严密搜查过，但是经过我细致入微的搜索，科学严谨的排查，还是发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你看，这张报纸被剪过，这被剪过的部分是有关北方佳人宝石的一则消息。还有玫瑰酒吧。郑敏君这么一个普通女人，怎么会去一家有黑道背景的酒吧呢？而且还非常关注一块稀世珍宝，这都很反常啊。这个玫瑰酒吧的老板叫柯柯道，是个投机商，嗜赌如命。他跟李有林一直来往密切，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要从这里。走吧。去哪儿？请你喝酒。啊？楼上不对，开放。上去吧。郑敏君，是你？李有林在哪儿？开门见山的说吧，我只要印章。如果李有林合作，我可以设法保住他的命。这一切都是可可的计划。他许诺，只要有林给他北方佳人，他就送我们去美国。那李有林准备怎么弄来北方佳人？有林他打算和日本人做交易。他想用行长印章与日本人做交换，让日本人帮他去偷北方佳人。什么？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这是卖国。不是这样的，有林知道日本人的想法，根本不打算给他们真的，就像给你们的一样。这些年，有林反复揣摩师傅的记忆，刻了很多类似的印章。可是日本人并不傻。和他们交易等于与虎谋皮。那你们也去弄北方佳人，只要你们得到北方佳人，他自然会把印章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荷兰商社，竟然有这么多荷枪实弹的警卫，我觉得想要硬抢，成功率太小。西西，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还真想问你们呢。我是奉经理的命令执行秘密任务。什么秘密任务？经理想收回我们的国宝。哎呀，怎么办？偷也不可能，还有什么办法呢？西西小姐，我已经想出办法了。什么办法？引蛇出洞。
啊，一个叫李克明的人是否是你们的副处长？李克明，没错，没错，没错。啊，他最近是否得到了特殊授权？是有这么件事，是关于国宝北方家人的公开鉴定授权。哦，好的，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真伪。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不过确有其事。到了鉴定会的当天，我们还会召开针对上海报业各大记者的记者招待会。啊，贵国政府的诚意，我的老板非常满意，他同意参加这次鉴定会，并希望你们能够加强会场警卫力量。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到时我们会派出工部局的警队来协助安保。关于国宝运送方面，你们需不需要我们派出安保人员？啊，不用，我们的护卫完全可以胜任。好的，再见。好，再见。他们果然没有相信。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除了询问我们，会不会向南京政府求证？你尽可以放心，洛洛小姐，荷兰商社的电话线早已经被我们做了手脚，他们所有的电话都会被转接到我们的总机上。关于南京方面，我已经在电报局安排了人手，所有的询问电话都会被我们截断。看来现在我们算是万事俱备了吧？班长，费了那么大力气，还是失败了。经理，谁知道半路杀出一帮人来，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什么人？日本人。西西，你怎么知道那些人是日本特务？我听他们说的是日语。日本人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也在打北方家人的主意，也许只是碰巧。日本人的计划很周密，主攻、掩护、配合纯熟，这绝对不是巧合。没想到 CPA 会用这样一招引蛇出洞。可惜啊，他们费了那么大的功夫，不但没有得到钻石，反而惹了一身骚。这都要归功于你，啊 ！CPA 那么多优秀的人，居然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爸爸，你真打算用北方家人跟李有林交换印章？谢谢。北方家人这样的宝物只能属于大日本帝国。至于那个李有林，他敢设计利用黄金的家伙，必须让他在监狱忏悔。谢谢。我只要印章，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我明白。我们根本没有北方家人，如何交易？
但是李有林并不知道。你准备拿假货钓鱼？你要知道，日本人可能已经拿到了真宝石，随时可能与他交易。可是李有林对日本人有戒心，而我们至少知道他妻子的行踪。只要赶在日本人与他联系上之前引出李有林就行。好吧。你们怎么又来了？我说过，我不知道有林的行踪。李太太，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北方佳人。不错，这就是北方佳人。你们打算怎么样？我们想要你转告李有林，或者通过柯克转告李有林。我们只要印章，让他准备好，明天中午在这里交换。出来了。相信一个投机商，也不愿意跟我们合作。我说过，如果你敢跟日本人交易，第一个要你命的就是我。我可以把印章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现在没有资格谈条件。我求你放过敏君，他是无辜的。有林。这是我最后的要求。你倒是还算有情有义。这么说，你可以放过我们？就算我放过你们，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你们。你究竟是什么人？这你就不要问了。我虽然不能送你们去美国，但是我可以送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好，我这就给你。别动，行长印章给你。伤不致命，赶快走。好，走。保险的，经理非常高明。这一局，我们赢了。
终于改过自新，下次见面，我们应该叫同志了。你放心吧，我答应过敏君，一定好好做人，我会努力的。保重。对不起，爸爸，我失败了。看来印章现在已经到了 CPA 的手中了。东西一定在桂海清的保险箱里，我今天晚上就去。很好，我期待你的消息。嗨。那个李有林和他的老婆，你到底弄哪儿去了？放了。哼，我早料到了。你没和经理说什么吧？我李克明是那么长舌的人吗？我为了你在经理面前撒了谎，所以你可要记住，你可欠我一个人情。谢谢。进来。你终于肯来见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怪我派你去杀李有林。经理，你找我什么事儿？不错，我是有事情找你。我要你把北方家人抢回来。他们一定想不到，我们现在还会打北方家人的主意，就来他个出其不意。不能让我们的宝贝落到日本人手里，算是我对你的一个私人请求。我们得用北方家人贿赂南京政府，这样才能保证我们 CPA 在上海有更大的自由。各个部门都需要打点。你确定北方家人在日本人手里？确定。我还确定日本人会派专人明天去司令部护送北方家人去日本，所以你只有今天晚上唯一的时间。
爸爸，出什么事了？嘿，北方家人被偷了。印章偷到了吗？爸爸，印章已经被毁了。啊？怎么会？是谁把它毁掉的？应该是贵海清干的。我只在李有林的档案里发现了印章的碎片。简直是该死的水平！爸爸，没了印章，我们该怎么办？我承认这次是我们失败了。他们确实是棋高一招，可惜上天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上天？不错，国民政府新版的法币取消了行长印章这个防伪设计。果然是天佑帝国。这回你带回来的奇闻要派上用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别动，把行长印章给我。露露，你在干嘛？哦，我没什么。
会爸爸的意图了。误会吗？都出去。杰克，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你不要装傻。这里就我们两个人，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会少了4桶油墨？丹佛，这只是正常损耗。你当我是白痴吗？不，但是你和我一样都被总公司嫌弃，被派到这个混乱落后的国家。我们需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上帝，我听到了什么？杰克，你这是私自倒卖公司财产，你会坐牢的。但我宁可当一个富有的囚徒，也不愿意做一个乞丐。不行，杰克，我要去告发你。哼，我相信你不会。你比我更需要钱，你有妻子孩子，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困在这里吗？丹佛，现在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很不好，可能会发生战争。我联系的买家拥有非常大的实力，他们不但能够给我们很大的一笔钱，而且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已经想好了，如果发生一场事故，存放的油墨全部损失，公司最多炒我们的鱿鱼。比起在这穷乡僻壤做小主管，我宁可带着巨款，风风光光的回到家乡，当一个财主。
窝在旅馆里2天了，今天终于有动静了。你怎么就能判断出他不是在房间待着太无聊了，出去找乐子？从这2天的监视中不难发现，杰克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平常这个时候他都会在客房里等待上门服务，何况他今天的打扮与日常穿着风格迥异。我猜他应该去某个酒吧与人会面。露露小姐果然专业，希望今天晚上能有所收获。好好干啊，全都看你了，放心吧。好，2位里面坐。啊，不用了，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好，给我来2杯红酒。好的。枫丹白露餐厅上午10点整，以花为证。丹佛，你到底在顾虑什么？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我说杰克，昨天在酒馆你被人跟踪都不知道，幸亏我当时反应快，别说我俩发财了，恐怕早就沉到黄浦江底下喂鱼了。是不是你太敏感了？敏感？上帝！我怎么会和你这样一个蠢货合作？昨天我走的时候，有个男的跟踪我，幸亏我把车放在酒馆后厢，要不然早被他们扣下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我怎么知道？不过你所说的那些能保护我们安全的买家，一定不可靠。一会儿你替我去。OK， 我可是冒风险的，分钱的时候可要给我额外的奖金。不管你之前和谁交易，我都出他们双倍的价钱。我想，你不会和钱过不去吧？长官，你什么事啊？实行公务，把带白花的给我带走。你起来。
计划就大功告成。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再替爸爸干一次。这个人叫丹佛，美食油墨在华的高管，他就是杰克背后的卖货人。可是光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如果没有最有效、直接的证据的话，根本无法指证他，甚至不能对美食油墨公司提出警告。弄不好，我们还会陷入舆论和国际纠纷。我倒有个想法。你说，这个丹佛虽然机警，却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可以利用他的贪婪，搅黄他跟日本人的交易。我们的目的是阻止日本人拿到新版油墨，同时也可以拿到丹佛的犯罪证据。露露就是露露，非常好的计划。露露小姐的这个计划很完美，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另外一件事情。你也怀疑有内鬼？你们有什么发现吗？我怀疑我们内部有日本人的鼹鼠。这次工部局的探子来得太巧，而且胸前戴白花，这个线索明摆着是针对我们。不仅是这意思，自从日本人启动金钱豹计划以来，模板、印章、专家、北方家人，每次任务我们都很被动。日本人对我们的行动计划了如指掌。有没有具体的怀疑对象？暂时没有。那好，美食油墨公司这一块就全权交给露露负责，我会大力支持你。李副经理，你全权配合，同时注意甄别鼹鼠。是。露露。你能给我和他了断的机会。OK， 我答应你。香烟啊，市场买香烟吧，香烟啊。白露，我对他说的价格永远都有效。可是那批货已经有人预定了，只要货没出手，随时可以解约。而且，谁会跟钱过不去？我还是那句话，对方出多少价格，我都出双倍。你跟丹佛先生都是商人，怎么取舍，应该很清楚吧？杰克，为什么会出现2个买家？你不是说你联系的买家势力很大，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要不是我反应快，趁机让警察带走，昨天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参观。那只是一个意外。意外？最近的意外也太多了，我可不想钱还没拿到手就被他们干掉。你不用担心。所有买卖总会有些风险的，这可不行。我们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既然有2个买家，我们就提高价格，价高者得。这个丹佛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居然想一货卖2家，又同时与 CPA 交易。爸爸，照我说，你应该直接抓了丹佛与 Jack， 让他们带回油墨，那多容易呀！这么多年，你还是个急躁的性子。特种油墨都在美国人的仓库里，没有丹佛的批条，谁都无法运出来。如果贸然对捷克为丹佛下手，很可能惊动美国政府，这对我们的金钱豹计划乃至整个大东亚生产计划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怎么办呢？这个家伙可是坐地起价，我们不能由着他开价吧？答应他出的价格和一切要求。爸爸，你疯了吗？比财力 CPA 不如我们宽裕，比手段 CPA 更不如我们，何况还有你这个内应在。只要油墨运出美国人的仓库，丹佛和捷克就没用了。如今你只需要安抚好捷克，催促丹佛运出油墨，条件什么的反正不会兑现，乐得做做口水人情。可是 CPA 方面对捷克的布控怎么办？随他们去弄。他们比我们顾忌更多，不敢动用非常手段。你只需要小心，不要被他们发现，你才是真正的联络人就行啊！嗨，谢谢爸爸，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西西啊，再过2天就是那个特别的日子了。是啊，爸爸，就在那天我被爸爸救起，这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女儿啊，等到金钱豹计划成功，我就带你回到日本去，远离这个曾经害死你双亲的国度。到那里，你会成为我真正的女儿，成为严景家的千金。裁缝铺，我知道西西常去那儿。有没有查过裁缝铺？还有那个送货人？查了，天一裁缝铺是一家老店，在上海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那个送货人也已经跟踪了，确实是他们店里的人。那这样吧，明天派个任务给西西，你派人协助监视他，我去一趟他家，看看。
小小。那我们该怎么办？你现在只要听我的话就好了。回去以后呢，你要找到窃听器，千万不要动。丹佛先生来的时候，我们来个将计就计，随便说个交易地址，然后就让他们去埋伏。那丹佛要是不动，那该怎么办？你们不会用笔写字吗？哦，我明白了。放心吧，严谨大佐已经给你跟丹佛买好了回美国的船票，包括丹佛提出的保护2位的安全，还有油墨丢失的后续调查问题，我们已经做好了完备的计划，一定会让2位满。哎，你怎么上来？我看见丹佛了。什么？你肯定？来人风衣礼帽，看不清脸，但是汽车车牌显示是丹佛的车。爸爸这劳有方，
想要什么礼物，爸爸都可以满足你。只要明天能够骗过 CPA， 得到油墨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了。不过，如果爸爸真那么慷慨的话，新裙子、新帽子还有包包，我什么都想要。对了，还有新的阿布熊，这可是我每年都要的礼物。好，爸爸答应你。不过，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款熊娃娃，还给它取名叫阿布呢？这是我的秘密。阿布是我最重要的伙伴，他对我有特别的意义。让一下！成功的话，我是不是首功啊？好了，就算是，没问题。怎么还没来呀？这都已经10点了，这么热闹的地方，真的是交易地点吗？我也觉得奇怪。杰克和丹佛的油墨是偷出来的，他们没有理由在这么热闹的地方交易。经理，我去一下。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旅馆杰克的房间。他们也许知道了我们在房间装了窃听器，该用其他的方法交易。如果是那样的话，房间里应该会有线索。希望你这么做还不算太晚，现在赶快行动吧。与销售员杰克狼狈为奸，倒卖特种油墨后因分赃不均发生火拼，主管丹佛被杀，销售员杰克失踪，至今在逃。您看这个理由好不好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爸爸常说，死人才是最可惜。把这个家伙的尸体运走销毁，等我们把东西运走后，就派人去巡捕房报案。是。
经理，哎，柯明，法租界那边情况怎么样？我勘察过现场了，应该就是日本人与丹佛的交易地点。糟糕，还是晚了一步。不，日本人应该没有得到油墨。你怎么知道？通过现场的残留痕迹来看，2辆卡车应该是满载油墨的卡车。我今天早上去美食油墨公司的仓库调查过，他们说丹佛就在今天早上提走了满满2卡车的特种油墨。会不会是日本人故意布置的疑阵？不可能，他们没必要自找麻烦。其次，我找到了这个步枪的弹壳。对，从狙击的位置、距离还有武装手法来看，应该是我们亲爱的露露小姐。露露小姐，哎呀，我就知道露露是我们的福将了。哎，露露怎么没来？应该跟这个有关系。这是在爆炸现场的卡车残骸附近发现的。露露姐，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在待命吗？又跑哪去疯玩了？瞧瞧你，弄得这么邋遢，可不像平常的你啊。没什么，遇到些麻烦。赶快洗个澡，换件衣服。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露露姐，别磨蹭了，赶快去洗澡。洗澡的时候别拿着枪。露露姐，今天可是我的生日呢，你怎么只点了4根蜡烛？因为今天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月12日，对露露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3月12日是我失去双亲的日子。3月12日，也是我失去妹妹的日子。3月12日，也是我重生的日子。从10年前的3月12日开始，我就把我的生日放在了今天。
正因为我是你的姐姐，我才不能看着你认贼作父，一步一步的错下去。小小，你知道吗？为了你所谓的复仇，我们有多少同胞命丧敌手？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知道，我要报仇。阻止我的人都得死。那你就开枪吧。最擅长使刀，我一定要先制住他，趁他不注意，到时候袭击他的腹部，趁机把刀抢过来。最后问你一次，我们到底是姐妹还是敌人？我们是姐妹，可如果你还为日本人做事情，我们就只能是敌人。小小不哭，超级小熊，不管到了哪里，姐姐都会保护你。珊珊，你没事吧？
们必须要找到原因，要总结教训。是我不小心，我愿意接受处罚。现在说处罚什么的还言之尚早。虽然丹佛死了，新版幽默被召回，但是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爸爸的意思是重新。是的，爸爸，我一定会将功赎罪的。没想到，西西真的是日本人的卧底。西西一直是我们 CPA 上海公司的核心人员，知道很多这里的核心机密。他的存在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露露，我必须签发出监令，派出行动队，尽快除掉西西。经理。CPA 的王牌职员，谢谢。怎么样，有头绪了吗？似乎已经摸到了一些关键。我将父亲以前说过的关键数字，对比美版法币的成色，逐一尝试，算出正确特别添加料的效果与比例。相信很快就能找到正确的调配比例。太好了。中村组长，也不必心仪，她是我的女儿。啊，请多关照。非常感谢岩井先生的招待，中村先行告退。这么早干嘛？告辞了。不用理会，他只是个小帮会，白龙组的组头。帮会？爸爸，他们可都是些唯利是图的人，完全不可信。他是什么德性，爸爸自然清楚。
不过有的时候，他们做事比我们出面效果更好。帮会渗透也是我们东亚圣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轻视啊。受教了。怎么，西西，你来这里找爸爸，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吧？爸爸真是料事如神呢。哦，油墨调配成功了吗？都是奇文的功劳。爸爸，新版油墨已经调配成功，第一批药蜜经过检验，除了编码，绝对可以以假乱真。非常好啊。不过还需要投放市场，经过测试才行。真好，来龙组可以成为最好的实验对象。爸爸，既然伪钞已经印制成功，那么奇文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这是什么东西？鸦片的粉末，把这个给奇文。你想用鸦片控制它？奇文是金钱豹计划的重要一环，他绝不仅仅是油墨专家，更是我们特务经费的重要来源。如今金钱豹计划启动在即，他不能有任何闪失，必须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兄弟们，杀！杀！老刘，哎，老刘，生哥，怎么了？怎么押车的不是鬼子兵，都是日本浪人？别管那么多了，咱们先看看车上装的啥东西。这么多钱啊！怎么样？看出什么问题没有？雕版无懈可击，油墨的颜色也分毫不差。要说分辨，除了纸质手感有些差别，编码有些模糊不清外，剩下的几乎可以乱真。不错，这就是刚刚流入市场的伪钞，多数是小面额的，看到没有？经过专门的翻旧处理。看来日本人已经破解了新版法币的油墨配比。看来日本人的金钱豹计划终于要实施了。日本军部行事向来谨慎，这次流入市场的伪钞量也很小，可能是进行实际效果测验。我们必须趁早找到日本人流入市场的伪钞源头，切断他们的供应渠道。那现在有什么线索？经过调查，最先流出这些伪钞的，居然是一个本地的抗日民间团体。怎么会这样？我也很纳闷，这是一个名为抗日铁血兄弟会的本地民间组织，他的头目全哥曾经是国民党序列中的一名排长，因为不满意128上峰的撤退命令，带领手下的兄弟成立了这个抗日民间团体。这几年他们一直在上海附近活动。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抢劫了日军的运钞车。既然这样，我们找到他们，就能搞清楚日本人的计划。不是说找铁血兄弟会吗？怎么跑宪兵司令部门口蹲点？那些本地小帮会，虽然有着反日的热血与江湖义气，可惜组织管理混乱，贸然上门，万一我们估计错了，里面会有日本间谍，反而会打草惊蛇。
你说的似乎有些道理，可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儿蹲点？如果你是严谨，你会如何测试伪钞的市场流通情况？当然是让越多人使用越好，然后再观察使用后的反馈情况。那你会告诉使用者钱是假的吗？当然不会。如果要得到最佳的测试效果，当然是要隐瞒伪钞的真相。这就对了。严谨不可能突然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别人用，这一定会让人起疑。所以，他一定会拿宪兵司令部作为幌子，以采购物资或者发放经费为由，将伪钞当真钱发下去，坐看反馈。老鼠终于出动了。来了，有2辆卡车。好。兄弟们，上！爸爸，这么晚了，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找我吗？西西，之前运往白龙组的押款车被劫了，我怀疑这件事是本地激进的小帮会所为。我派了2个宪兵小队隐藏伏击，没想到全军覆没。照理说，那些激进的民间团体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居然能全灭2队帝国军人。从现场勘查来看，伏击队原本是很成功的，杀了大量的中国人。但是，半路被2个高手所灭。高手？狙击高手。我怀疑他们是 CPA 的人。由此看来 ，CPA 一定已经注意到伪钞的头发了。爸爸，你需要我做什么？看住白龙组。组织上传来情报，近期一些依附于日本宪兵队的小帮会突然十分活跃，他们走街串巷，大量收购粮食、棉花等物资。上级判断，这是严井一石二鸟的招数，一方面利用小帮会实际测试伪钞的使用效果，一方面再趁机囤积战备物资。我们已经查到了，宪兵队和小帮会之间是由一个叫白龙组的日本帮会从中协调。上级命令，必须粉碎严井的实验计划。是。哎呀！
是这样的，经过我的调查，那个白龙组的中村组长，他来中国前就是个小混混，他能有今天，都是靠他夫人家的势力。他夫人系出名门，不过因为性格的原因。所以这次出面收购物资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社团和帮会，但他们并非是帝国的子民，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找他们办事，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所以这您不必担心，宪兵队会提供给您足够的资金。爸爸只希望您能够尽可能多的获得物资。不瞒您说，帝国迟早要对付那些宪兵。您今天收购的物资将会成为帝国战争的资源，到时候中村组长将成为帝国东亚战略的功臣。多谢岩井先生和小姐对中村的栽培。小姐，中村组长。岩井小姐，这可能是佣人不小心洒的水吧？我并没有听到声音呢。再说了，这水还没有干。我的佣人都是追随我多年，完全可以信任。中村组长，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内院种地的保密措施。嗨。洛洛，我就说，你不该打扮成女仆潜入白龙族。你看，你这身段，你这长相，哪像女仆？你像一个乔装改扮、半夜出家会情人的大家闺秀。少废话！我在这儿寂寞空等了那么久，你也不安慰安慰我。全哥呢？不是让他跟你一起来吗？他一会儿才到。怎么样？有什么情报？明天宪兵队会押运200万伪钞到白龙组。200万，大手笔啊！这是岩井打的如意算盘，不但让白龙组替他们测试伪钞在市场上流通情况，而且还趁机囤积战略物资，必须把这笔伪钞截下。如果硬抢宪兵队保护的运钞车，肯定很困难。如果能让他们放松警惕，就好办多了。你打算让全哥他们冒充宪兵？当然不是，不过确实是他们冒充日本人。我要让他们伪装成白龙组押车的人，与外面埋伏的人里应外合。你
要让全哥他们假扮日本人，他们又不会说日语，肯定会捅娄子的。所以。 侍女，周露小姐，怎么样？没被日本人看出破绽吧？当然没有。哎呀，幸亏有李恩公在旁边，当时啊，我吓得腿肚子直抽筋儿。哎，关键是现在怎么处理？照我说，既然全都是害人的东西。 干脆一把火全烧了！不行，好不容易抢来的东西，烧了岂不可惜了？这些可全都是假钱呐！我们知道是假钱，但是中村不知道。不可能吧？中村和白龙组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伪钞，以为是宪兵队给他们的活动资金。而且最近我又查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什么事儿？ 这个中村表面上对岩井很恭顺，其实他的野心不小。哦，他一直利用岩井的支持，拉拢各方面的势力来扩充他自己。我从中村夫人那儿得知，他们之前购买的物资根本就没有交到宪兵队，他想倒卖物资，从中获利。你的意思是，我们拿这笔伪钞去和中村做生意？没错。哎，我们拿假钱去买东西。 这个好啊，但是这个中村他会不会不卖啊？他会，因为之前的资金已经全部用来购买物资了。如今中村的摊子铺得很大，资金又不够了，所以他向宪兵队提出加运资金。可是这些钱全被我们劫来了，你们说他们会如何去找到钱？倒卖物资，赚取差价。 只要我们出的价钱够高，那个中村，他肯定会动心。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李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在哪里发财？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做。哦，不知道李先生为什么要收购我这批粮食和棉花呢？当然是为了赚钱喽，还能有什么目的啊？ 哎，我觉得你们日本人太不干脆了，问这么多问题。你只要告诉我你有什么货，我全部都要。全要了？对。你有那么多资金吗？哈哈，我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不管你有什么货，我全要，价格比市场上高30%。这是定金。 你要是同意，现在就交易；如果不同意，我就另找卖家。哎，李先生，能不能容我考虑考虑？这么小的生意都要考虑？看来你们白龙组真的是小打小闹的帮会。阿晨，别浪费时间，走。哎，等等，又怎么了？ 你的价钱我接受了，那就好了。什么时候交易？随时都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合作愉快。啊。你真是个笨蛋！
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笨蛋！对不起，大佐，简直给帝国的军人丢脸！你马上！爸爸，为什么发这么大火？郑村那个笨蛋居然擅自倒卖战备物资，而且还中了圈套。怎么回事？嗨，西西小姐，是驻村擅自动用军火库的东西私自倒卖，而我们之前运往白龙族的200万资金也被假扮白龙族的人领走了，然后用于和中村交易战备物资。也就是说，因为中村的私心，我们之前收购的战备物资统统被别人买走了，而且用的是我们印制的伪钞。是的。爸爸，我觉得这幕后一定与 CPA 有关。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西西。你亲自去一趟白龙族，警告中村，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必须把那批丢失的物资马上给我找回来，否则我就灭了他的白龙族。物资都安排妥当了吗？东西暂时都存放在兄弟会的仓库中，我已经联络了经理，准备转运物资。经过这么一闹，日本人和中村一定会追查此事，我担心兄弟会的人会遭到牵连。放心吧，我之前已经让全哥带着兄弟会的人先去避避风头。你什么时候出来？我担心日本人会怀疑到你头上。在物资转运出去之前，你们还需要我潜伏在敌人内部传递消息。我主要是担心西西，万一你被他认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他对公司的行事风格太了解了。不用担心，我会小心的。严谨小姐，我也就无非想光大白龙族。够了，我这次来并不是想听你什么解释的。父亲大人说了，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限你1周之内务必找到丢失的物资，否则的话，你们白龙族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周，还请严谨小姐多宽限几天。现在连欺骗我们的是谁都不清楚，这你就没必要担心了。其实父亲大人也没有想逼死你，我这次来呢，就是协助你的。多谢严谨小姐。如果小姐能帮白龙族度过这次难关，白龙族是永远记住小姐的恩情的。我可以给你提供个线索，是为了庆祝金钱豹计划的顺利开展，专程来上海视察的。根据可靠消息，日本天皇为了表示对金钱豹计划的重视，亲自派他的亲信做特使出席这次盛宴。看来我们的任务是杀死裕人的亲信，粉碎日本人的嚣张气焰。特使要是死了，严谨的麻烦就大了。这样的话，就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关于这个人的情况，日本人把消息封锁得非常严，我们也一无所知。唯一知道的情况就是他就混在金善团当中。来了！哎，麻烦您看一下这边。拍张照片。好，看这边。好，您请看这里。好，这里。请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我觉得不是这个。先趁热吃吧，要不然待会儿面就坨了。谢谢经理。记住了，以后和我别客气。经理啊，我不跟你客气，我希望下次你请我吃牛排吧。
没问题。庆功宴的时候，你们想点什么都没问题。庆功宴恐怕遥遥无期了。怎么，出什么问题了？没问题，只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我可没给你们任何压力。可是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压力了，是不是，露露姐姐？成事在人，谋事在天。你们放心，李经理就是你们坚强的后盾。经理，这个亲善大使的消息，你是怎么走漏出来的呢？好像是因为日本人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权力斗争？应该是日本国内贵族保守派和激进少壮派的派别斗争吧。不错。听闻这个裕仁的亲信本来是坐镇东京，把握全局的。他来上海是为了要争功。那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逐个查。